开场第一个问题，先问一下大家，今年你买了哪台手机呢？2020年已经过去了一半，今年上半年的旗舰大战已经结束，各家也都给出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最优解。本期小白测评年终盘点，注意是中间的中啊，来看一看上半年5000元及以上单位段的旗舰手机们啊，这个都是绝对旗舰了啊。小米10 Pro、三星 S20 Ultra、Find X2 Pro、1+8 Pro、P40 Pro Plus 以及 vivo 的 X50 Pro Plus， 6大旗舰横屏。不过由于测试内容比较多啊，所以我们分成了上下集来跟大家讲。上集主要是偏主观向的内容啊 ，ID 设计、系统以及我们自己的主观体验细节，理性分析，欢迎弹幕讨论，激烈杠精，请记住，一定是你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6大旗舰横屏。第一个 ID 设计。其实这次各家的旗舰在这方面都是用尽了心思，但是由于现在整个技术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相对的瓶颈，所以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趋同的现象。这个问题深究起来也很无奈，因为屏下镜头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上，这样的屏幕已经是供应链能提供的最好的解决方案了。其中1+8 Pro、小米10 Pro、Find X2 Pro 和 vivo X50 Pro Plus， 它们都是左边挖孔的设计，一眼望过去几乎无法分辨。将4部手机的正面对着大家，从左到右依次是5秒后揭晓答案，5、4、1揭晓。在这4部手机身上，我们确实看不到什么属于他们自己品牌的设计语言。现在想想，是不是华为、苹果的挖槽刘海辨识度更高？当然也更难看一些啊。三星 S20 Ultra 一眼就可以认出，并且十分具有美感。这个美感主要来自于对称美学。其实对称美学在生活中处处可见啊，比如说庄严的故宫，处处都彰显着对称的美学设计。对称是不管经历多少年的变迁，都无法改变它的美感，尤其是东方人的审美。而另一边的 P40 Pro Plus 则是采用了双挖孔的设计，辨识度绝对没问题，非常高啊，但是颜值就有点抱歉了啊。这个抱歉的双挖孔，想要硬给它一个解释也不难，可能真的就是为了差异化，因为我们实在是搞不明白啊，这么一个没有什么实用功能的药丸，除了丑，到底有什么卵用？这6部手机的正面除了挖孔以外，还有一个东西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日常体验，那就是曲面屏。刷新率这个事儿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，之前的视频中提过无数次了，90、120体验都非常不错，120无非就是更耗电一点啊。曲面屏这边咱们先说结论 ，P40 Pro Plus 作为唯一一款4曲面的手机，实际体验非常的棒，尤其是上下2个曲面，当手指从底部或者顶部向内滑动的时候，这种顺滑的感觉，目前机圈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手机可以实现。但是华为这边同时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左右的曲面有点过度垂直了啊，就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，甚至有点锋利的感觉。这就有点像去年的华为 Mate 30 Pro 的瀑布屏延续。不得不说，华为真的是很喜欢这种大曲率的设计。Find X2 Pro 和1+8 Pro 曲率基本一致，是这6部手机中曲率最大的。虽然曲率最大，但是随着软件更新也并不影响什么操作啊。在我们的实际体验中呢，这个误触和断触的情况控制得非常好。小米和 vivo 这边则是非常克制啊，相比于之前的3部手机，它们的曲率真的很低。三星作为曲面屏的始作俑者，这曲率更是低的可怜，咱们直接叫它 2.75D 吧。从 S10 Plus 到 Note 10 Plus 到 S20 Plus， 看来三星这是彻底打算把自己的大曲面放入历史的长河中了。其实曲面屏这个东西真的是见仁见智，有些人呢就喜欢曲面屏带来的超出边界的观感，有些人则喜欢直屏带来的规矩感。没有必要去纠结谁对谁错。当然了，我说的超出边界的观感指的是普通的曲面啊，可不是那种接近90度的瀑布曲面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喜不喜欢曲面屏呢？翻过来到手机的背面，其中最扎眼的就是 P40 Pro Plus 以及 S20 Ultra 了啊！这2个家伙有着硕大无比的摄像模组，几乎占用了机身顶部一半的空间。但是由于 S20 Ultra 整个机身体积都非常大，达到了6.9寸，只比黑鲨3 Pro 这款游戏手机小了一点儿，所以手感相对来说是最为宽厚的一台，手比较小的用户会非常吃力。关于这台机器还有一个细节，就是它的上下的重量配比非常不均匀，就是顶部非常重啊，拿在手里边非常坠手。P40 Pro Plus 的6.58寸控制的相对较好，在这6部手机中呢是比较合适的一台。微晶陶瓷的机身是我个人认为这6款手机中后背手感最好的一个。指纹沾染的非常少，温润如玉啊！这方面三星做的就比较差了啊。别管你自己把玩的多么小心翼翼，只要给别人玩手机1分钟，背部必然是惨不忍睹。温馨提示：日常使用三星，请务必带套。Find X2 Pro 这边由于是皮革材质，所以不会沾染指纹。三星你得瞅瞅人家，随身带套，既方便了别人，也方便了自己。
但是底部的金属 logo 会比较容易出现明显的划痕。这手机售价都7000块钱了啊，就不能用点高级防磨损的金属工艺吗？虽然不带套是爽了双手，但是却脏了身体。小米10 Pro 和1加8 Pro 明显都是延续了之前的设计，尤其是小米10 Pro 和去年的小米 C49 Pro 几乎如出一辙。当和 C49 Pro 摆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甚至都有点犯了东哥的老毛病了。不过好在工艺方面用了 AG 磨砂，观感和手感比去年都要好太多了。另外一部 X50 Pro Plus 这次采用的是阶梯式的设计，就像祖国的3大阶梯一样，从平原到丘陵再到高原，讲究的是一个错落有致、安放得体。后背的整体 ID 设计上，我个人最赞的就是蓝厂。第二个环节，操作系统。一个好的系统是一部手机的灵魂，这句话我们经常说。那我们去年呢也专门做过一次系统大横评，现在看啊依然没什么问题啊，第几次安利了。这个好的体验呢是趋同的，好的操作系统呢必然是在细节方面呢下了很大的功夫。这次我们就不长篇大论了，如果你想看全面的呢，在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系统横评这4个字，有这个全的系统横评视频。这期片子中呢，我们聊2个小地方。控制中心的打开方式以及小窗模式。首先，控制中心作为手机中最便捷的操作台，在我们的日常使用中，打开它的频率是非常高的。各家的控制中心设计也体现了他们对系统不同的理解。比如说最直接的，在正常桌面下打开控制中心这个操作，应该是越方便越好。正面阿列、小米、OPPO、1加，在桌面直接下滑就可以打开控制中心，这样的操作无疑是让产品在为人服务。系统的优良细节是最能留住用户的。你现在看视频的手机用了多久了？现在人买一部新机，最入门最少的时间也得用个1年吧。如果系统细节做得不好，这1年你会非常痛苦。打开控制中心的反面案例，华为、三星、vivo。这几部手机想要打开控制中心，必须改变当前的握持姿态，这是一个非常细节的点。相信使用这3部手机的小伙伴应该有感受。你需要将手整体上移，然后再下拉控制中心，除非你的手非常长。这样的操作不光不方便，大屏手机时代还增加了手机掉落的风险。看看这张旗舰机重量尺寸数据图，哪个是轻量级选手呢？用户需要的是产品为人服务，而不是人为产品服务。下一个小窗模式，在碎片化加大屏时代的背景下也越发重要。其实这个功能早在2016年就被魅族给开发出来了，但是很多厂商都是近几年才开始跟进的，体验也是天差地别。P40 Pro Plus 的小窗模式在看视频的时候，打开第三方软件是没有进行适配的，软件内显示的内容也少得可怜，只有2行，而且体积非常小，一个页面连一个商品都展示不全，而且图标非常大，整体 UI 显得非常不协调。而且不光购物软件这样 ，QQ 也是这样，内容只能显示2行，图标还显示的贼大。小米10 Pro、MIUI 12购物软件是可以看到完整的商品信息的，聊天软件也可以大面积的显示内容。很明显，这些第三方应用是专门进行了重设，图标看着也非常整齐统一，而且内容也显示的非常充实。结论就很明显了，小窗模式不协调，不是别人不配合，这完全是华为自己的锅了。1加8 Pro 的奇用 OS 这边呢，没有专门的小窗模式，在别人主动给你发消息的时候，你可以进行快速回复，而小窗顶部也有一行因为挖孔流出的空白，而且图标也非常大，一看就知道没有进行什么特别的优化。至于其他第三方应用，想都不要想了啊，全部不支持。看来1加还是那个1加，简约的同时稍微伴随点简陋。X50 Pro Plus 的 FunTouch OS 没有小窗模式，蓝厂是非常年轻化的品牌啊，建议从手机界的黄埔军要挖点人。S20 Ultra 的 One UI 小窗模式完全可以和小米相提并论，可以随意调整窗口的大小，最多可以阅读到4行消息，而且还可以选择透明度，这样你在面对2个女朋友的时候，再也不用担心选谁的问题了。成年人的世界必须是全部都要。不过也有一个问题啊，那就是顶部会出现莫名其妙的空白，这也许是系统优化的问题。Find X Pro 的 ColorOS 7这边整体画面显示明显进行了重新的设计，显示的内容也非常充实，画面中最多可以看到5行内容。不过由于没有办法移动悬浮窗，所以打开的时候在哪里就永远在哪里。这时如果视频中出现精彩的画面被遮挡，你就只能将小窗关掉，而且第三方的购物类 App 无法使用小窗模式打开，这一点做的确实不如小米和三星。对了，在聊系统 OS 的最后，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小白测评数据库对软硬件结合的针对性测试项目，新20款应用2轮打开时间，这6台机器的排名情况。第3环节也是非常主观的感受啊，这6部手机呢都是绝对旗舰，大的方面呢其实大家做的都已经非常不错了，但是这么多机器想让大众直接掏钱买你，那么在细节方面就绝对要经得起推敲，比如底部的充电孔、扬声器、卡槽是否处于同一水平线。经过我们的实测，
6部手机中，除了小米10 Pro， 其他手机全部对称，而小米10 Pro 的充电口明显偏向于下方，应该是由于无线充和电池的堆叠影响。第二个细节非常能体现厂商的设计实力，中框和背板的过渡衔接。好的衔接应该是让一部手机前后玻璃加中框浑然一体，看着不应该出现什么割裂感，握着不应该出现什么硌手感。我们的实际体验中，只有1加8 Pro 和 Find X2 Pro 有浑然一体的感觉。Find X2 Pro 还可能是因为皮革的原因导致割裂感比较弱啊，那么1加8 Pro 就纯粹是因为不将就工艺精细的原因了。其他手机全部都是曲面的背板，1加8 Pro 却是几乎平面的一个背板。在这几台手机中，小米10 Pro 的硌手感最为严重。握持这台手机的时候，你能明显感觉到中框高出了一个棱。小米和1加这两台手机均为曲面屏，也是相同的制造和组装工艺。小米10 Pro 应该是为了在后背追求一种4曲面的感觉，将整体的背板玻璃弧度加大，而到中框的过渡部分却没有做相应的工艺调整，导致了这种情况。当然，这样做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高出了一点嘛，进一步保护了前后玻璃。剩下最贵的两台手机，三星和华为也纷纷在这里翻车，原因和小米10 Pro 是一样的。不过我还是想在这里赞一句啊，三星的正面颜值确实真的高。虽然这些小地方并不影响使用，但是它代表着各家厂商对于自家旗舰细节的把控。买到手机之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发现你的手机会有很多地方不让你满意。但是当你某一次不经意拿起手机，发现了一个厂商做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小细节时，这就和看电影电视突然发现彩蛋一样，让人兴奋。本期视频我们讲了很多非常细节的点，因为在大的方面，在之前的开箱和深度测评中，我们基本都跟大家聊完了。在细节方面抠得很的厂商，越容易出现打动人心的产品。经典的产品不会被时间所束缚，不会被大众所遗忘。日后只要一提起这个品牌，你脑海中就会出现这部打动人心的产品，以及这些产品的设计细节。关注细节也往往能让我们更加理解品牌的产品逻辑。这些千万点汇总到一起，就撑起了整部手机的价值感和品质感。而当你开始理解这些设计和工艺细节后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旗舰机加个865、875处理器都可以这么叫，但是能堪称机皇的却永远只有那么2-3部。OK， 最后的调研啊，从这期聊的设计、系统和体验这3个方面来讲，你最喜欢的机型是哪台？评论或者弹幕。我个人的话可能会选择三星 S20 Ultra 吧，这仅是我个人的选择。OK， 小白测评年终6大旗舰盘点的上集呢就是这些，下期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更加极客项的，比如说拍照、性能、续航、发热的横评。最后呢，我们也会给出我们认为的上半年的最强旗舰机。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，记得评论、转发、点赞、投币啊，记得3连一波，感谢大家。更多内容呢，大家记得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、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。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3天无理由退货，180天保修，我们的小白优品的商城也在里面。还有就是这些6台机型的所有数据，我们都已经更新到了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，都扫码我们公众号就可以了。不客观的体验，小白测评，我们6大旗舰的下集再见，拜拜。